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世界著名的人脑研究所维德罗夫斯基教授对记者说，科学家经过长期的观测发现人体去世后会从尸体中发放出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物质。因为他们在暗室中安装了多角度的视频摄像头，观察发现在一片黑暗的暗室中，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的去世的时候都有一丝白光由内射出。有修行的人光是从头顶射出的，多数人是从颈部以下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射出。比如说有脚部、腿部各个部位都有，但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么这一道白光迅速穿过一切阻力，消失不见，它去了哪里呢？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呢？人们尚不知道。如果这种物质有灵性的话，可能就是灵魂了。那么在科学家们尚未得到证实之前呢，也只能是假设，而不能肯定嘛。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那么无独有偶，在《天堂超乎想象》一书中作者亚克拉法兰斯呢，他收集了50个濒死案例。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对天堂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但奇怪的是，每个人的描述的天堂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教授就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呢，我们才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证实天堂的存在。因为他们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天堂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把他们的信息组合在一起，不就能够知道天堂的全貌了吗？而教授呢，居然从这些案例当中呢，总结出了天堂的样貌。他说，就和启示录中描述的非常相似。启示录呢，是圣经中主要的一部预言书籍，讲述了世界终结后呢，最后的审判，还有救世主归来，以及末日审判结束之后呢，这个世界会迎来新的时代，而荣耀的新耶路撒冷城呢，会从天而降。然而只有那些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入这座美丽的新城。那么在这座城里面，你可以看到许多美丽的宝石、黄金、白银、珍宝，非常的华丽，还会从神的宝座上流淌下来一条生命之河。那么在河水的两边呢，会有长满了12种果实的生命之树，每个月呢都会新结果实，树叶呢可以治愈所有人的病。世界上呢也再没有了黑暗，上帝呢拯救所有的人，人将会成为永久的国王。那么在拉法兰斯收集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呢，他们所去过的地方都与这个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中的情况呢非常相似。例如黄金街，然后就是珠光宝气的大门，还有一条金色的道路，由珠光宝气组成的墙壁有人甚至看到了一条金色的河床，河底呢铺满了金色的石头，而河水呢潺潺流淌，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声。而有的人则是看见了一扇用金子和珍珠打造的天国大门，有的人看到了用一整颗珍珠而雕成的一座房屋。人们注意到有一块7种颜色的石头构成的墙壁，上面镶嵌着各种七彩的宝石，散发出璀璨的光芒。还有人看到了有一堵钻石砌成的墙，这些钻石的大小每一个都跟足球差不多大。而在街道和围墙之间呢，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河水非常的清澈，但是又和地球上的水呢不同。这里的水不会弄湿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在水中呼吸，在水面上行走。天使呢就把这里称作生命之泉。在这个有生命泉水滋润着的树木小溪的两岸呢，都是绿油油的，带着一股特殊的香味。而且每一颗果实都很好吃，摘取之后呢，还会有新鲜的果实再生长出来，所以这里的树木总是结满了果实。那么有一些果实呢，其实就是一种恩赐。如果说这个果实是知识的话，你吃了它呢，就能够立刻学会这个知识。还有一种是美味的水果呢，大家都会一起去分享。他们说天界上的人都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但是却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他们都是载歌载舞只吃美味的水果。光是这一点呢，就足以让人喜极而泣了。那么很多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都认为自己所见到的就是启示录中的那条生命的长河，还有那棵生命之树。那么这种滋润一切的生命之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所有人都会说它来自于上帝的宝座。在50个案例中，上帝的宝座这个词被提到非常多次。所以下面讲一个案例在澳洲的纽斯维大学心理学家呢，莎莉施之亚博士就写了一本《光觉之内》的新书，书中就描述了自己死而复生的一种经历和体验，立即就吸引了医学界、心理学、神经学等有关方面专家的关注。他在书里呢，对死而复生的感受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试图揭开这个谜团。施之亚博士呢，在书中写道，他在医院里生第2个孩子的时候，因为难产呢，心跳停止跳动了7分钟左右，后因为医院抢救过来呢，他得以死而复生。
他就回忆到当时自己很清醒，突然之间就感到了一切痛苦完全消失了，而自己已经不在产房里了，在空中飞行。他就穿过了一个黑色的坑道呢，眼前突然之间就展现出了一片光明。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片金碧辉煌。而在最中心呢，有一个巨大的宝座，下面也流出了生命之河。他说我还看到了已故的亲人和朋友呢，在这里欢迎我，我很迷恋这个地方，和已故的朋友们聚在一起非常开心。而忽然之间，他说我就听到了自己孩子的叫喊声，他说我就知道我应该回去照料这个新生的婴儿了。因此呢，我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就这样呢，他又苏醒了过来。所以许多的科学家不相信这些回忆更不相信人死后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受。他们就认为这一切都是面临死亡的脑髓组织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而施之亚博士呢，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当时自己的感觉很清楚，绝对不是模糊不清的幻觉。自己呢是心理学家，更懂得心理的真正感受。他认为世人不应该对这种感受和这种回忆呢持否定的态度，或者是嗤之以鼻，要设法用各种神经学心理学理论去研究这一深奥的学问。这一定呢能为人类在科学上开启一扇明亮的窗。还有一位叫查理德西格蒙格的人呢，他的所见所闻呢也是最好的例证。查理德是发生了车祸，在这场车祸中呢昏迷不醒，心跳停止了，但8个小时之后呢，他却又重新活了过来。他说呢，在那8个小时里他去了天堂，在天堂里所有的东西都向着神的宝座在移动。不管你何种的方法进入天堂，你总要向神的宝座前进，那就是天国最伟大的建筑，也是天国的中心。它呈球形有好几千米宽，高达数万米，更像是用黄金、象牙和其他珍贵的宝石堆砌而成。那一颗颗宝石闪烁着光芒就好像一团团火焰，将这个王座衬托得如同一座神殿。在神殿的中央呢，王座上坐着一个生命，但是谁也看不清它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个理查德就说这是上帝吗？因为荣光笼罩着他整个身体还能将这个烈火都包裹在其中。他说他看见成百上千的人在他的面前顶礼膜拜，而这些敬拜的人又是怎样进入天堂的呢？说到这里他说我就不得不说生命之书了。生命之书呢也叫生命册。他说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生命册都是不同的，有的呢是长达上千米，有的呢很短不到1米，有的则是挂在一个门柱上，还有的是放在书架子上。但是这些本子呢大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生命册上刻上自己名字的人呢，你才有资格进入天堂。那么在这50个案例当中，很多人都说他们见过。他们说有一位天使呢会拿着生命册站在天国之门的外面。天使说如果你能在生命册上看到你自己的名字那你就可以进入天堂。说到这里呢，肯定很多朋友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这个生命册上。那要怎么做才可以呢？天使说这个就要看天堂档案中的记录了。理查德就说他所看见的这个天国的档案被放置在一栋有着巨大拱门的这个大楼之中，是数百位天使正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文件。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一张立体的影像，这幅画里面就包含了一个人的一生的记录。一个人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就被开始记录了。一位高大的天使呢，正拿着一支1米多长的这个金鱼笔呢，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在做着记录。他说我们一生所作所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会被记载下来。但是这个记录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向神忏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本书里所有的坏事都去掉，而去掉的还很干净，就好像一切都不存在一样。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评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案例中就可以告诉你，凡是在这个生命册上看见自己名字的人他们都说在他们的姓名旁边有2个年月日，一个是自己的生日嘛，另一个就是重生之日。他们都会记住这一天那是他们将自己的心献给神的日子。而那些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又当如何呢？不能上天堂，难道他们会下地狱吗？我们再介绍几个游历地狱的案例。罗恩德维拉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信仰。有一次他做了一次心脏手术呢，突然停止了心跳，然后他的灵魂就被拉进了一个黑暗的山洞里面。随后一群恶魔呢将他团团围住。他说我不应该来这里的呀，我是一个好人呀。但是恶魔们却没有放过他。这种情况下，罗恩就想到了神嘛，所以他就开始祈祷。那大量的恶魔当时就被驱散了。不过很快又有新的一批又出来，所以他就不断的祈祷，直到恶魔渐渐的减少。许久之后呢，山洞里就出现了一丝光亮，接着山洞里的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然后黑暗就消失了。他就听到了医生护士的声音，于是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此外，还有一位叫梅尔文的人也曾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也因为患上了霍乱而进了医院。就在他昏迷当中啊，就觉得自己在一条通道里穿行，眼前呢像是一道炫目的光就走了过去。这时候神就过来了，但是神并没有把他带到天堂，反而把他带到了地狱里面。在这里到处都是腐朽的味道和烧焦的热浪，而梅尔文看着那些被关在监牢中的人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在他恐惧的同时呢，一股无边无际的绝望就涌上了心头。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再次出现了，然后带他离开了。梅尔文就这样活了过来，恢复了健康。那么从此啊，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无神论。而另一个不信邪的人就是伊恩·麦克马克。伊恩的情况也更加诡异，因为他被一只水母给蛰伤了之后，在他临终前呢，他祈祷上帝的赦免，与上帝融为一体。但是最终他还是昏死了过去。在黑暗中呢，他觉得有一只彻头彻尾凶恶的生物正朝他逼近，盯着他。那个声音就说你应该在这里。伊恩就问他，这里是哪里呢？那个东西就说你身处地狱，所以你给我闭嘴。伊恩当时就明白了地狱并不是无神论者以为的那个样子。这时候那片漆暗的最深处突然出现了一束刺眼的光芒，将他拉了出来。接着呢，他就来到了一片天堂仙境。在那里呢，伊恩就见到了神。他下意识的想要离开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出现在天堂。但是一股强烈又纯净的爱将他包裹了起来，这种突然的情绪呢，让他泪流满面。他想不通为什么在他犯了那么多错误的情况下，还能够得到神灵的眷顾。这时候神就对他说他所在的这片乐土呢，就是新地球。然后还叮嘱他必须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之后伊恩的意识在15分钟之后就恢复了过来。后来呢，他就开始四处的给别人讲述他在濒死之前的经历。他说最后这个关头的皈依呢，让他获得了重生。但是他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像他一样，一直等到最后1分钟才意识到嘛，应该现在就立刻做出行动。那伊恩之子迈克尔也很神奇自幼便能够与这个灵界的生物交流。所以迈克尔说，上帝也曾把他带到过新的地球上，并让他看到了宇宙中的旧地球。他说旧地球是灰色的，被黑色的雾气所笼罩。那么神就说这是一种罪恶所以迈克尔就感受到了这个神的悲哀。仔细一看呢，他就发现旧地球的建筑已经成了残垣断壁了，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仿佛已经被抛弃了。神说呢，这就是人间所破坏的一种地球了，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你无法阻止，但是你能够帮助他们拯救更多的人。所以后来有人就问这个迈克尔看到地球即将毁灭有什么感想呢？他说我知道我会去那个美丽的新地球，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最著名的案例呢，就是在日本东京开展的一个叫做阿拉本3号的计划。该计划是由国际上几个大财团出钱赞助由美国、日本以及西欧一些国家的著名医学家、神经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电脑专家参与而组成的一项计划。他们对于19到75岁濒临死亡的病人呢展开观测。这项观测呢约有20多名志愿者参加。所以科学家们在志愿者这个去世之前呢，在病人的头颅中就植入了电极，并且呢与电脑相连接，使电脑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接收到濒死者的脑电波，并且呢在60秒内呢就把这种脑电波呢翻译成文字，显示在计算机的终端荧幕上。在开始实施阿拉本3号计划的时候呢，在几名志愿者去世之后呢，电脑并未接收到死亡者传来的任何信息。所以科学家们并不泄气他们对这个电脑程序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修改和调整呢，终于就获得了一些信息。当时呢，有一名叫做邦达的35岁志愿者呢，他患了肝癌死亡，所以去世之前他非常痛苦去世之后的第2天呢，电脑的荧幕上居然出现了科学家们期待已久的信息。荧光屏幕上出现的文字就写道我叫邦达，我已经解除了任何痛苦，这里呢金碧辉煌，我在一片阳光下飞翔，快乐得很，快乐得很。连续重复几次之后呢，信息突然就中断了。当然了，这种实验呢，只是科学家的一种假设的实验，并没有得到证实嘛。所以最后濒死体验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呢，但是拉法兰斯教授呢，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呢，他就说他相信神很快会来宣布他的胜利。那个时候呢，整个世界除了他的子民都会感到悲伤，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不该不相信神，而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了。所以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